想要了解特斯拉车款，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吗？好多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例如说 RWD 啊、OTA 啊、EAP、FSD 到底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或者是特斯拉的4款车，它里面还有不同的选项，到底哪一个适合你呢？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就是来带大家快速了解特斯拉的车款，还有呢你在买车之前一定要知道的名词还有小知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到我们今天的特斯拉小学堂吧。那首先呢，我们快速的了解一下特斯拉的4款车。那我们今天就先不提 Cybertruck 那类比较特殊的车哦。首先呢，就是特斯拉的4个车 S3 还有 XY， 它是 sexy 的意思，就是性感。那首先第一个要来讲的是 Model S， 它的定位是高阶豪华轿跑车，它是比较追求性能啊，还有帅气感的那种感觉。第二个呢是 Model 3，它的定位是豪华入门级电动轿车，是入门特斯拉的首选哦。第三个呢是 Model X， 它是豪华5到7人座的休旅车，空间是最大的，然后非常有记忆点的就是它可以掀开的门，就很像一双翅膀一样这样展开。再来第4个就是 Model Y 哦，它的定位是豪华休旅车，空间大，然后是比较实用型的，非常适合家庭。那这4款车，它们里面还有分别不同的选项，我们就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选项到底是差在哪边。那我们现在就先以全新的 Model Y 来看一下，因为最近 Model Y 的热度非常高，也陆续有非常多人在交车了。首先呢，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全轮驱动还有后轮驱动的差异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后轮驱动的部分哦，它的英文简写是非常常看到的 RWD Rear Wheel Drive。那这个后轮驱动呢，它的马达就是装在后轴，也就是它的动力是由后轮提供的。那后轮驱动呢，非常适合日常通勤、城市里面开，或者是你没有太多的长途需求，那它是属于比较入门的款式。那跟后轮驱动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款式就是全轮驱动了。那这个全轮驱动呢，大家看到它跟 Long Range 是绑在一起的哦。那我们先讲这个全轮驱动是什么意思。全轮驱动的英文简写是 AWD All Wheel Drive， 它是前后轴都各有一个独立的马达。那这样子做的好处呢，就是它的反应是比较灵敏的，驾驭感会更好。例如说在湿滑的路面上呢，它的循迹性还有稳定性都会更佳。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后面这个全轮驱动代表的是它更灵敏，然后更驾驭感更好嘛。那前面的这个 Long Range 呢，就是长续航。那它里面呢，就是会配更大的电池哦，这是一个更高阶的选项，那非常适合长途驾驶啊，或者是你有电量焦虑的话，就非常适合选这个选项。所以呢，这边非常的清楚，你今天呢没有要追求性能，只是日常交通使用，用来通勤的话呢，你就是选后轮驱动。那如果你今天呢可能常常出去玩啊，上山下海之类的话呢 ，Long Range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里面呢当然有更多细节的差异，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不谈那些细节了，我们就是以大方向来讲。那我们这边呢还要特别提到 Model 3跟 Model Y 其实通常都会再出第3个，也就是 Performance 的版本。那它推出的时间呢，大约都会是在前面这2个推出之后的几个月，可能半年内之类的。所以预期之后也会看到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版本。那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呢，又是更高一阶的选项。那 Performance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性能，它的加速能力啊、底盘啊、内装什么都会是更高一阶的这种感觉。然后因为它追求加速速度快嘛，所以它的悬吊可能会比较硬，然后它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例如说赛道模式啊之类的。如果你是比较享受那种车子驾驭的感觉，就是人车一体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可能就会非常喜欢 Performance。那如果你平常就已经不太享受开车的那个过程，就是交通使用为主的话呢，可能就会不需要追求 Performance 这么高阶的版本。例如说我们看到 Model 3这边呢，它2024推出的这个改版，它现在已经有 Performance 可以选择了，通常都是在几个月之后会上市，所以呢，就是也是拭目以待 Model Y 什么时候会有 Performance 版啦。然后再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Model S 还有 Model X， 他们是没有后驱版本，他们的基本标配就一定是全轮驱动，他们就是没有后轮驱动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再上一阶呢，就直接变成了 Plaid， 就是你在网站上面，他们就是只有这2个选项。那这个 Plaid 呢，你就可以想象成它是 Model 3或者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就是比较性能的这种选项。那当然呢，在我们的 X 还有 X 上面呢，是比较更显尊荣的这种选项哦。那它尊荣是尊荣在哪边呢？就是它又更高一阶了，它是采用3个马达，然后全轮驱动的配置。而且 Model S 还有 Model X 在今年2025其实是有小改版的，就是前一阵子才新闻才出来，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预定，预计是年底交车的样子。我来看一下，对，这边交付期是9月，其实也是快到了。所以这一次的 S 还有 X 改版呢，你现在订的话，马上几乎是快要可以
直接拿到。那这次改版是改版哪些内容呢？就是有增加气氛灯啊，然后强化隔音，然后悬吊舒适度，还有蛮重要的是前保险杆的摄影机。然后这次还有加入一个新颜色是冰霜蓝，那这个是要加价的。今年好多车都出蓝色哦。前一阵子就是去试驾 Model Y 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那个降噪程度是真的有改善非常多，就是车内安静度真的算是大升级，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拭目以待。就是这次的 S 还有 X， 它在车内的这种安静度啊、舒适程度应该又会更上一层楼了。那我们这边呢也准备了4个车型的价格表，很快的帮大家整理一下价格哦。好，接下去呢，我们要进到一些蛮重要的点哦。首先，第一个呢是自动辅助驾驶套件。你会发现呢，你每一个车型点进来，滑到下面这边呢，就有3个选项可以选。那到底该选哪一个？它们里面的差异又有哪些呢？我们这边呢也帮大家做好了表格。那我们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现在车子的自动驾驶的程度到底发展到哪边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提出的这个自动驾驶分级表哦，就是有0到5级。那特斯拉呢，其实我们刚刚看的那3个选项都是在第2级哦，就是 AP、EAP、FSD 都是在第2级这边。那这一级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部分自动化，然后车子呢可以同时执行方向盘控制还有加减速，但是呢，我们驾驶要全程监控，而且随时准备接管。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还是要专心的看着前方，而且你的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就是你今天就算是买到了最高级的 FSD， 你的手还是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面。你不放的话，它不让你开。对，就是他一旦发现你放手了，他就会开始警告你啊，然后发出一些声响之类的，他会知道你没有在专心。那这个表呢，还有另外一件值得提的事情，就是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呢，这里面呢有特斯拉的 Robot Taxi 服务，它就是自动计程车啦，就是里面完全没有驾驶的这种自动计程车呢，已经默默的在6月22号美国德州奥斯汀市营运了。那这个服务呢，之后一旦就是快速成长，那真的会不得了，因为它就是直接取代了计程车司机。我们也先观望一下美国那边试营运的结果到底如何。如果成的话呢，其实很多事情都会被颠覆，例如说送货司机啊，然后一般的计程车司机，然后 Uber 什么的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现在呢知道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都是第2级，我们现在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自动辅助驾驶到底可以达到哪些事情哦。那特斯拉呢现在是有分3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3个选项。后面2个是要加钱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选配的话，最基本的这个 Autopilot 里面有2个功能。第一个呢是主动式巡航定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自动跟车，它会自己去算跟前车的距离，还有你定一个速度，它就是不会超过那个速度。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说你跟前车距离要多大。然后再来第2个呢是自动辅助转向，它就是会保持在车道的正中央。例如说一条路它可能会往右弯啊什么，它就会跟着往右弯。那这些就跟刚才讲的，你手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它会自动帮你转。然后呢，你随时是可以取消的，就是你随时是可以接手去开车的，没有问题。那这个功能呢，要特别注意，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最好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的时候再开，因为它其实比较适合就是直线的路，然后不太复杂的环境，所以在城市里面是不太能使用这2个功能的。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进到比较有趣的部分哦，就是增强版 EAP 还有全自动 FSD 这2个名词呢，大家可能会非常常听到，它们分别的价格是11.1万还有22.2万。那这2个是差在哪边呢？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它们共同的这个功能哦。首先第一个是自动辅助驾驶导航，就是你在车子里面设定目的地之后呢，它会自动说你现在要下这个交流道之类的，那它就会指示你要打一个方向灯，它就会自动帮你下交流道。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自动变换车道的话呢，你按一下方向灯，它也会自动帮你切换。那主要都是以目的地为导向这样子，但是它不会自动帮你就是按照那个路线开，它会提示你要打一下方向灯，然后它就会帮你去转向啦。然后下一个也是类似的功能，就是自动变换车道。你打方向灯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换道。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非常好用，因为它会自己去侦测说旁边有没有来车啊什么的，它自己就会去换道，你就是不太需要去管中间的过程。再来第3个呢，是我个人最爱的功能，就是自动停车。这真的是救星欸，真的是发明这个的真的是太赞了。自动停车呢，顾名思义就是它今天会自动侦测车位，然后自己停进去。那你在
路过那个停车位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开始侦测了，然后它会显示在地图上面。那你就是在地图上面按一下你想要的车位，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停进去了，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我觉得光是有这一点，我就真的可以购入，就是我自己啦。然后再来下一个功能是智慧召唤，这个功能就是你用特斯拉的 App， 你买完车之后，你一定要下载手机 App， 因为它很多功能都是在里面操控。那这个 App 呢，你可以在里面让它自动从停车场里面开出来。是不是超省的？就是你今天可能购物完啊，你就可以用这个 app， 然后把它叫到就是你的门口，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车，你不用自己去开车。但是呢，它有几个限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是要停在私人物业的停车场，然后你使用的必须要是私人车道，就是你不能在就是马路上面的随便一个停车格，然后使用这个功能是不行的哦。再来第二个限制呢，就是你跟车的距离不能超过6公尺，6公尺也太短了吧？6步6步超短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台湾，因为台湾的法规都是跟欧洲，那欧洲的对这方面的法规可能比较严谨吧，就是不希望你乱用这个功能啊，然后可能会造成危险之类的。所以台湾是6公尺啦。不过呢，在美国那边看网络上面，大家好像是说可以到60公尺，或甚至是100公尺都有可能。如果是在美国那边，感觉就会非常好用。但是在台湾这边6公尺可能有难度。那这些呢，是你今天买 EAP 就是111000可以获得的所有的功能。那再来最后2个呢，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全自动 FSD 里面有包含的这2个功能哦。这2个功能呢，非常非常好用，而且非常神奇。它已经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会自动开，而且你不太需要介入的2个功能。但是很遗憾，台湾还不能用，台湾就是法规还没过。但是呢，我们都非常期待，就是哪一天它赶快过哦，因为这个呢可以说是革命，就是驾驶革命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是交通号志跟停车标志控制，也就是说它会自己停红绿灯，它会自己看现在的交通号志是什么。例如说你的路口必须要停下来等，它就会停下来。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就是第2个，就是在市区街道上自动辅助转向，它就是在城市里面它会自动去转弯啊什么的，然后它会自己去侦测行人啊。然后当地的交通环境什么的，它都要有一定认识的了解，它才能够去走那个城市里面的路啊什么的。也就是说，它的自动辅助可以帮你开城市里面。你虽然手还是要放在那个方向盘上面，但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由它来完成，它是会自动开那些路啊什么的。你大部分时间你也是不用去踩刹车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对盯着路就好了。听起来真的超级神奇的，尤其是我们前几个月呢，其实是有去北京体验这个 FSD， 然后就真的不可思议，因为当地的交通环境是真的也是蛮混乱的，就是有脚踏车也是不管交通号志啊，或者是路人他们路口都会站得非常的前面什么之类，但是呢 FSD 全部拿捏了，可以感受到它是开发非常完全的一个功能哦，只是在台湾现在还不能用。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其实你在台湾买 EAP 还有 FSD， 你们拿到的功能是一样的哦，除非你今天例如说你这个车子先买了这个 FSD， 然后可能例如说台湾情况乐观的话，搞不好明年就开放 FSD， 那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你专属的功能。但是在那之前呢，你就是跟 EAP 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直接买 EAP 啦。那在这边呢，也要特别讲到，就是你买这个 EAP 和 FSD 可不可以跟着人走呢？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换车，那这些功能可不可以直接转移到你的新车上面？这个部分就我所知啦，就是必须要特斯拉那边有做活动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不然平时好像都是跟着车子。例如说你今天这台车 Model 3好了，你可能买了这个 EAP， 那它就是跟着这台车。所以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是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要买特斯拉的话，就还是先买 EAP。我自己觉得。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特斯拉非常非常大的特色。我们已经讲了多少特色，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特色，就是其他车厂目前都还没有看到这么特殊的一个做法哦，就是 OTA Over the Air 更新哦。这个功能非常好理解，大家就把它想象成就是 iPhone 的系统定期的更新的那种感觉哦。没有错，定期软体更新这件事情竟然出现在车子上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吧。就是它今天有任何的新功能啊，或者是安全性的错误啊，任何东西它都可以透过这个 Over the Air 去更新你的车子。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特斯拉用户非常不习惯单踏板模式。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单踏板是什么东西哦。反正呢，它就是跟以前传统油车的那种踏板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强制把它就是你一定要用单踏板，然后大家就非常不爽嘛。结果呢，他们就利用了这个 OTA 的功能，直接取消强制单踏板，
也就是说，今天任何的东西，他们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OTA 来帮你的车子做一些新的功能解放啊什么的，所以它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特斯拉的车比较像是科技产品，而不是车子，就是它比较像是电子啊、科技那一类的。因为它的用法跟它的概念跟传统的油车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 iPhone， 今天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你都可以立刻玩到，不用去买新的车款。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提到特斯拉特殊的驾驶方式。第一个要提到的是动能回收，英文是 Generative Braking。这个动能回收呢，它是电动车独有的一种技术，就是你今天松开加速踏板的时候，马达会反向作动，变成一台发电机，它就会把动能转换成电能，然后充电池。也就是说，你今天减速的同时，尤其是在下坡会更明显哦，就是它会开始充电。所以常常会听到有开电车的人，他们会说，你上得了山，你就一定下得了山，因为下坡是几乎不会耗电，甚至是会帮你的车子充电的。再来下一个跟动能回收功能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设计是单踏板。就是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就是特斯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单踏板嘛。这个单踏板呢，跟传统踩油门的那种方式非常不一样。它不是说你今天就只有一个踏板在车子上面，它指的是说我们的电门的那个踏板，它同时身兼了加速还有刹车的功能。就是你今天是踩，就是加速嘛，但是你慢慢放开，它就是变成刹车，也就是身兼两职。也因为这种特殊的方式呢，你从油车换过来，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因为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变成你那个踏板，你要去重新调整你去踩踏它的那种力度。但是其实你用久了，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合理跟直觉，因为你现在就是只需要踩一个踏板。你不需要就是两个踏板那边来来回回。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不习惯的话，其实特斯拉他们在车机里面是有设定说，你可以去把它调成比较弱的模式，就是减弱模式，那就会非常接近油车的那种踩踏板的感觉，也可以当成是适应期的其中一个选项。好，那我们讲完特斯拉特殊的驾驶方式之后，我们要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充电的问题。买电动车最害怕的就是没有电。那今天买了车，到底该怎么充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充电。家庭充电呢，也是要看你住的是什么地方嘛。如果你今天是独栋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东西，你就直接装就对了。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那你可能今天就是住社区大楼啊什么的，你今天要装充电桩的话，你就必须要经过管委会的同意。其实非常多人就是直接卡在这一关，因为管委会就是过不了，不知道可能就抗议啊什么的，就不习惯改变吧，那就没办法装充电桩。那如果今天非常幸运的，你们的管委会同意了可以装充电桩的话，这个价格是多少呢？就是官方的这个充电座，壁挂式充电座价格是22800，那安装费用的部分呢是27000起哦，就是还是要看你们大楼安装的难易程度去估算。那如果今天真的你们大楼就是没有办法装充电桩，但是你又非常想要买电车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充电方式呢？当然有的，就是呢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它可以让你快速充电哦，而且是全台各地都有这个超充站。你在车子的那个地图上面，其实就可以快速找到说哪边还有充电的位置。那在超充站里面呢，有分几个不同的充电的规格。那现在比较常看到的就是 V3 还有 V2。那 V2 的充电功率是比较低的哦，是最高150千瓦。那 V3 是比较高的，是250千瓦。所以呢，你在超充站要充电的时候，记得要去选 V3。那有没有 V4 呢？有的，而且呢，预计快要来了，就是在下半年可能会正式启用。V4 的超充站，那 V4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单枪500千瓦，而且在台北市的精华区呢，预计特斯拉会打造一座有多达40支充电桩的 V4 超充站。精华区他们有说是什么蛋黄区，就是非常非常的市中心，真的非常期待会在哪边哦。而且40支真的非常多，那个假日非常需要。好，那除了超充站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啊，或是停车场，他们都会有自己提供电车的充电服务，所以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稍微看一下哪边有这种充电服务的停车场。最后呢，我们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哪一款特斯拉的车适合你。首先第一个呢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城市通勤或是科技爱好者，你只是想要体验特斯拉，但是对性能不是那么追求的话呢，你就非常适合 Model 3。然后你也不追求空间很大的话呢， Model 3非常适合。主要呢就是特斯拉所有的软体功能你全部都可以体验到，就是包含他们的自动辅助驾驶啊，还有他们的车机软体 OTA 什么
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再来呢，如果你今天是小家庭的话，就会非常适合 Model Y， 因为它的空间非常足够，而且呢，这次改版我觉得它的内装做起来的那种感觉又更舒适了，尤其是在噪音改善的部分，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做起来呢，其实现在舒服非常多，就是跟以前的那种印象是不太一样的。还有它的里程续航等等的，这样算起来都非常适合小家庭。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你今天有预算，又想追求帅、追求性能的话，就非常适合 Model S。Model S 它就是一台肌肉车，就是年轻男生会想要追求那种性能跑车那种感觉，所以它主要的面向就不是在追求空间啊，或是舒适感，它比较像是追求驾驭，就是你今天想要很帅，然后那种过弯的感觉都要很顺手，很驾驭感很强的话呢，就是选 Model S。然后最后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大家庭，而且你需要最大的空间的话，就是选择 Model X， 因为它空间真的是最大的，而且它有5到7人的座位是可以选择。所以不知道大家这样听完之后，对哪一台车是比较有兴趣，或者是你觉得我哪一边的细节还没有讲到？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比较大致上的快速的带过特斯拉所有车款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名词解释。如果你对哪一台车或者是哪些细节想要多加了解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快的特斯拉小教室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